你出现过似曾相识感吗？就是当你觉得某种情形似曾相识时产生的那种朦胧感。餐馆里的一幕像你记忆中的那样上演，世界像你编排过的芭蕾舞一样运转，但是这一幕不可能出自过去的经历，因为你从未在这里用过餐，这是你第一次吃蛤蜊，所以究竟发生了什么？可惜对于似曾相识感没有一个确定的解释，这样的经历很短暂，不能事先预知，使得科学家几乎无法记录和研究它。科学家不能只是坐在那儿等着它发生，这可能需要好几年。它没有任何身体上的表现，在研究中它被实验对象描述为一种直觉或感觉。由于缺乏有力的证据，这些年来出现了太多推测。自从 Emil Borac 提出似曾相识感以来，这个法语词的意思是已经见过，有40多种理论都试图解释这一现象。不过影像学和认知心理学上的最新进展缩小了各种预测的范围。我们来简单过一遍目前3种较为流行的理论吧。统一用餐厅那一幕做背景，首先是双加工理论。我们需要一个动作，比如服务生打翻了一盘菜，随着画面出现，你的大脑开始处理一连串的信息。服务生挥舞着双臂，他求援的呼喊，意大利面的香味，这一串信息在几毫秒内快速穿梭于神经通路中，然后加工成一个瞬间。大脑通常会同步记录这一切，然而双加工理论声称似曾相识感会发生当有一条神经通路的信息出现了延迟的时候，信息到达的时间差导致大脑把迟到的信息理解成另一个单独事件。当大脑回放记录好的瞬间时，他觉得好像已经发生过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确实是发生过了。我们下一个理论讲的是过往记忆的混淆，而不是对当下的错误理解，这就是全息理论。我们将用这张桌布来检验它。当你扫视桌布方格时，一个遥远的记忆从你脑海深处浮现。根据这个理论，这是因为记忆是以全息图的形式储存的。在全息记忆图里，只需要一个片段，你就能全览整幅图。你的大脑将过往记忆中的一块桌布等同于这块桌布，也许是你奶奶家的一块桌布，然而你并没有想起来这块桌布曾经在奶奶家见过。你的大脑召唤出以前的记忆，却没有识别出它，这让你现在熟悉感中，但就是想不起来。虽然你从没来过这家餐厅，但你见过这块桌布，只是无法识别出它来。现在看看这把叉子，你集中注意力了吗？我们要讲的最后一个理论是分散注意力理论。该理论声称，当我们的大脑下意识地接收一个场景，似曾相识感就会发生在我们恰巧被特定的对象分散了注意力的时候。当我们的注意力回来时，我们就觉得我们以前好像来过这儿。例如，你刚刚专注地盯着这把叉子，因而没有注意到桌布或跌倒的服务生。虽然你的大脑记录了周围发生的一切，但那都是在潜意识中进行的。当你终于不再专注于那把叉子，你就觉得你曾经来过这儿，因为你确实来过，你只是没注意而已。以上3种理论都有似曾相识感的特征，但没有一种能给这一现象一个盖棺定论的解释。不过，尽管我们期待研究人员和发明家提出新方法来捕捉这稍纵即逝的瞬间，我们仍然可以自己研究这个瞬间。毕竟，大多数似曾相识感的研究都基于第一手资料，所以为什么不能是你自己的呢？下次当你出现似曾相识感时，花点时间想一想，你的注意力分散了吗？周围有没有什么熟悉的物品？你的大脑刚好运转慢了，还是另有其因？通过这些视频，不断拓宽你的视野，订阅我们的频道，这样你就永远不会错过学习新东西的机会。